是王炸组合首次合体的珍贵一项。众所周知，全红婵和陈芋汐是单跳领域的绝对王者，两人合则天下无敌，分则各自为王。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们竟然遭受到了外界的质疑，因为双人跳水更注意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默契，而俩人在此之前仅在一起训练了3个月，所以这次的国际大赛，很多人都不认为这对组合可以夺冠。不过王者生来就是为了打破质疑，最后在比赛中，全红婵和陈芋汐用绝对实力让这些质疑声烟消云散。这是2022年布达佩斯跳水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台预赛的比赛现场。本次比赛不仅仅是决定下轮比赛的出场顺序，更是各个国家队之间的互相试探。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网拍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，虽说俩人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仅只有3个月训练的默契，也让外国跳水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所以此次他们派出了强大的阵容，其中不乏一些搭档多年的跳水组合。那初次配合登台的王炸组合能否抵住压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登场的是美国队，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。后得到了46.2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一跳同样是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0.4分。德国队的第一跳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00分。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王炸组合的第一跳便得到了50.4分。第一轮结束，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队并列第一，由此可见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来看美国队的第二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4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二跳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出色的一跳，再次拿到了49.8分。德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中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渐入佳境的王炸组合这一跳得到了53.4分。第一轮中国队仅领先第2名，马来西亚队3分。不过来到第3轮，动作难度将再次升级，到底哪个国家队会露出破绽呢？我们来看美国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最后只得到了68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3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0.3分。德国队的第3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64.32分。中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稳稳一跳得到了77.4分。这轮难度升级后，很多选手都原形毕露，而中国王炸组合则是趁机拉开了分差，以181.2的总分排名第一。来到第4轮，美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最后得到了69.1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这一跳更加是离了个大谱，直接致敬了隔壁菲律宾的兄弟，最后仅得到了52.8分。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马来西亚和德国队的这2跳，连菲律宾跳水队看后都要直呼内行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两个国家队的失误也将场馆内的气氛降至了冰点。随后王炸组合登上了赛场，他们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完美一跳得到了83.52分。王炸组合的这一跳也是在宣告全世界，当他们并肩作战之时，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无敌的存在。本轮战罢，中国队遥遥领先，此时还剩最后一跳。虽说比赛的悬念已经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场人们仿佛是挖到了宝藏，真期待着王炸组合还能迸发出多少惊喜。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8.16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3.36分。接下来就是中国队的最后一跳，全场人都屏气凝神，一起来欣赏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，非常流畅啊，一气呵成，两个人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啊。我们从画面这个旁侧的镜头看过去，就像一个人在跳水一样。此刻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和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合二为一，空中的俩人仿佛如复制粘贴一般，从侧面丝毫看不出是两个人在跳水。最后王炸组合轻松获得了第一，向全世界宣告最强双人组就此诞生。最后让我们给王炸组合鼓掌点赞，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
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实力有多恐怖？一场简单的国内比赛，竟然涵盖了4位奥运冠军和2名世界冠军，一共有4位奥运冠军和2个世界大赛的冠军，共同来竞争1枚全运会的金牌。如此炸裂的阵容，竞争确实太激烈了，也难怪人家说拿世界冠军容易，但拿了中国冠军也很难。这是2020年全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，当全红婵、张家齐、陈芋汐、任茜和张敏杰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，便注定着这将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比赛。到底谁才能戴上希望的皇冠呢？让我们正式进入比赛。首先登场的是上海队的张敏杰，最后得到了70.5分。北京队张家齐的第一跳，最后得到了81.5分。四川队任茜的第一跳，最后得到了81.5分。上海队陈芋汐的第一跳，最后得到了81.00分。广东队全红婵的第一跳，最后也得到了81.00分。首轮战罢竟然有3名选手并列第一，也预示着比赛的激烈和残酷。来到第2轮，我们来看张敏杰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76.8分。张家齐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80.00分。任茜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81.6分。哇，太优秀了！陈芋汐的第2跳，完美一跳得到了86.4分。全红婵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80.00分。第2轮结束，陈芋汐凭借这一跳拿到了第1的位置，而张家齐和全红婵则并列第2。来到第3轮，张敏杰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73.6分。张家齐的第3跳，张家齐的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得到了66.00分。任茜的第3跳，这一跳最后得到了77.55分。陈芋汐的第3跳，漂亮，再次得到了87.45分。全红婵的第3跳，最后得到了74.25分。这一轮陈芋汐依然反居第1，任茜反超至第2，全红婵第3名。张敏杰的第4跳，张敏杰同样是身体打开的时机出现了问题，最后只得到了29.7分。我们来看张家齐的第4跳，最后得到83.2分。任茜的第4跳，最后得到了80.00分。陈芋汐的第4跳，最后得到了72.6分。全红婵的第4跳，完美一跳得到了92.8分。这一轮全红婵展现了强大的实力，借这一跳反超了陈芋汐，排名第1，而任茜和张家齐分别位于第3和第4名，还剩最后一跳，到底谁才能笑到最后？张敏杰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72.00分。张家齐的最后一跳，最后也得到了75.2分。任茜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73.6分。接下来就是紧张又刺激的冠军之争，上海队陈芋汐的最后一跳，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72.00分。此时全红婵的机会来了，她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？不得不说太轻松了，没有问题。当全红婵犹如一根银针稳稳地插入水中之时，现场的观众彻底疯狂了。裁判也是不约而同地给出了91.2分。最后广东选手全红婵凭借最后2跳成功逆转夺冠，再次展现了杀手本色。最后让我们一起为全红婵鼓掌点赞。